我有一个未出世就夭折了的妹妹，叫张雅雅。我的家人从不提她，大家都以为她死了。可是她告诉我，死的那个是我。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晚上6点，办公室，我拿出了一支口红准备补妆，手里的化妆镜是我的同事小林给我的。其实我不太喜欢照镜子，因为母亲说我和我的妹妹雅雅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她的眼角有一颗泪痣，而我没有。圆圆姐，你在想什么啊？小林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我没想到小林会出现在我的后面。啪的一声，我慌忙合上了镜子，接着平静地说道：没什么，谢谢你啊，小林。不客气。小林接过镜子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办公室。望着小林的背影，我的眼底闪过一道金光，但愿他没有发现什么。晚上7点，我用钥匙打开家里的大门，进去后便闻到了一阵铺天盖地的酒气，几个酒瓶混着垃圾扔在地上，客厅里传来众人打麻将的吆喝声。我嫌弃地皱着眉，径直往里走去。我关上了卫生间的门，像往常一样用冷水洗了把脸。姐姐，你这样太累了。我听到我对自己说道。我擦干了脸上的水，面无表情地望着洗手台上的那面大镜子，镜子中的我缓缓露出了一个微笑。姐姐，我好心疼你。我看着自己朝镜子伸出了一只手，试图触碰镜子中的脸颊，对面的人眼角有一个明显的泪痣。没有人知道，镜子里的人不是我，这是我的秘密，也是我们的秘密。她就是我的妹妹，张雅雅。我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还很小。张雅雅告诉我，在镜中的世界里，我们出生那天死去的人是我，而她活了下来，与我所在的世界正好相反。我从小就想有个妹妹，在得知她还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时候，我其实非常开心。于是我们姐妹2人就靠着镜子互相联系起来。雅雅，我好羡慕你。我望着镜子里的妹妹苦笑道。尽管我们是同胞姐妹，2个世界也十分相像，可雅雅的生活很幸福，她的家庭和谐美满，甚至她的成绩也比我好上很多。以我的水平本来考不上大学，是雅雅在高考的时候通过尺子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镜子给我报的答案。姐姐，要不我跟你换吧？雅雅忽然说道。我瞪大了眼睛。换？我们出生之前，妈妈给我们打了一对长命锁，只要2把锁相扣，我们就可以互换身体。雅雅认真地说道。你现在这么累，这么苦，不如到我的世界里休息休息，怎么样？你知道，我的生活很好。这个主意很诱人。我一直很向往雅雅的生活，不得不说，我心动了。但让雅雅为了我过来受苦怎么行？雅雅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，于是故作轻松地说道。姐姐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们可以只换几天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看着她，最终抵挡不住诱惑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身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，一个银质的长命锁落在了地上。我把锁拿了起来，确实和我身上戴着的一模一样。雅雅神色坚定，我挣扎了一会儿，便不再迟疑。咔嗒一声，2只锁合二为一。在我惊讶的目光中，平滑的镜子竟像湖面一样起了波澜，缓慢流动。雅雅的手穿过镜子，朝我伸来。我们掌心相扣。再睁眼时，我依然站在卫生间里，望着面前的镜子。刚刚发生的事情莫不是我的幻觉？我用指节敲了敲镜子，镜子光滑坚固，根本穿不过去任何东西。我狐疑地打量着镜中的自己，突然发现我眼角的那颗痣不见了。姐姐，现在你用的是我的身体了。雅雅朝我笑道。我们居然真的换了身体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还没完全接受这个事实，门外忽地响起一阵脚步声。雅雅，你在吗？是父亲的声音。他们这时候应该还在打麻将，喊我做什么？要是他们发现我和雅雅互换了身份……我紧张地看着雅雅。雅雅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，说道。放心，他们分不出来的，况且他们也不知道你还活着。听雅雅这么说，我不禁稳了稳心神，壮着胆子朝门外答应道。雅雅，你出来就知道了。父亲说完，脚步再次离去。父亲一直喜欢赌博，每次输了钱，家里就会发生激烈的争吵，有时候还会拿我撒气。即使他们分不出我和雅雅，
现在喊我出去多半没什么好事。我咬了咬牙，将手放在门把上，缓缓打开了房门。眼前的场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这里没有一地的垃圾，没有麻将桌，也没有酒瓶。父母坐在餐桌旁，一脸笑意地望着我。桌上摆了一个漂亮的蛋糕。雅雅，今天是我和你妈结婚25周年纪念日，我特地订了一个大蛋糕，一起庆祝一下。父亲开心地说道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和蔼的父母。雅雅，你今天怎么傻傻的？母亲打趣道。他们将蛋糕切成小块，分在了盘子里。原来雅雅的生活竟是这么温馨。我扭头望向了客厅的穿衣镜，雅雅歪头看着我们，露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。姐姐，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？1周后，我再次站在了洗手台的镜子前。这1周里，我享受了缺失的父爱和母爱，还凭借雅雅聪慧的大脑在工作上顺风顺水。这些天里，我一直不敢去照镜子，因为我怕一见到雅雅，她就要提出跟我换回身体。姐姐，你在这边的生活好像确实不太好啊。果然，雅雅面带苦涩地向我抱怨道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雅雅，我很想在这里多留一会儿，但看着情形，雅雅肯定不愿意。没想到雅雅竟主动提到，姐姐，我来到这里才体会到你这么多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要不你在我的世界里多待一会儿吧，反正我已经待了这么久，没关系的。我激动地看着雅雅说道。真的吗？你愿意让我再待一会儿？雅雅摆了摆手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有个妹妹真好。我心安理得地用雅雅的身份生活着，虽然两个世界的人和物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我还是会产生这一切都属于雅雅的错觉，而我是那个盗走她亲情和爱情的小偷。雅雅，你怎么不吃菜？男友今天来我们家吃饭，他给我碗里夹了一块我平常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，你也多吃点呀，别管雅雅了，这小丫头最近估计在减肥呢，吃得少。母亲亲切地对男友说道。我低头看着碗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，却怎么也提不起胃口。我这几天好像确实吃得很少，而且我甚至没有饿的感觉。我神情恍惚了一会儿，是因为好久没见雅雅了吗？男友在一旁和父母谈论着新房的装修，在卧室摆一个梳妆台，我想在玄关放一面穿衣镜，这样雅雅就可以。不要镜子！我腾地站了起来，大吼了一声。父母和男友都被我吓到了，诧异地盯着我。我愣了一会儿，发现自己刚刚动作太大，竟然把碗都打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结结巴巴地解释道，随后放下碗筷，离开了餐桌。我是不是对镜子太敏感了点？也许我真的该把身体还给雅雅了。我站在镜子前，面对着雅雅，正犹豫着该怎么开口时，雅雅已经看出了我的想法。姐姐，你真的不用担心我，也不用觉得愧疚，我没事的。我看着她手臂上新添的青紫伤痕，这种伤我再熟悉不过，是被我父亲打的。但雅雅什么都没说，反而垂下了袖子，将伤盖住了。你真的没事？我不确定地问道。雅雅摇了摇头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雅雅看起来好像也并不想和我换回来。她难道喜欢那里的世界吗？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旁。小林去楼下买了奶茶请我们喝，我将吸管戳了进去，却突然意识到我竟然一点口渴的感觉都没有。我好像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没喝过水了。我不自然地摸了摸嘴唇，没有干裂，也没有起皮。也许是事情太多，我记不清自己有没有喝水了。雅雅姐，好喝不？小林问道。我心事重重地抿了一小口奶茶，是熟悉的味道。我以为是自己想多了，于是重新拿起鼠标。就在这时，我的余光瞥见了被我摆在一边的奶茶。为什么这杯奶茶没有影子？我拿起奶茶杯左右看了一眼，外面艳阳高照，可它确实没有影子。最近奇怪的事情颇多，难道是我眼花了？哎，小林，我准备招呼小林也来看看。小林从对面转了过来。小林，你看。我的话头戛然而止。怎么了，雅雅姐？小林好奇地问道。我的目光一点一点地向下移去，明亮的落地窗前，小林也没有影子。我的心砰砰跳着，小林仍不解地望着我。我咽了口吐沫，没事了。小林似乎什么都没发现，又坐了回去。我不信邪地朝楼下望去，大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可不论是树木花草，
还是车辆行人，他们都没有影子。我跌坐在了办公椅上。怎么会？我推开办公桌，朝外跑去。茶水间的镜子前，我再次看见了雅雅。雅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最近感觉不到渴，也感觉不到饿，甚至没有疲惫的感觉。我忧心地说道，是不是我们互换身体的时间太久了，我的感官退化了？久？怎么会久呢？明明我们只换了很短的时间啊！我看着雅雅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直觉她肯定知道些什么。可是我已经在这个世界待了1个多月了呀，难道我们的时间流速不一样吗？你那里过去了多久？我语速飞快地说道。也许他在那里只过了几天而已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雅雅迟迟没有提出跟我换回来。不料雅雅竟哈哈大笑起来。雅雅笑得前仰后合，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好玩而又滑稽的事情。姐姐，你可真逗啊！我说的短，是因为我还要和你换一辈子呢。雅雅抬手抹了抹眼角笑出的泪水。换一辈子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发现自己看不懂雅雅了。姐姐，你连时间流速这种东西都能想得出来，怎么会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和你互换身体呢？你从小就天真，没想到长大了一点儿也没有变。雅雅用一种我不认识的眼神看着我，她从小到大都是一副听话乖巧的样子，我这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妹妹是如此的陌生。姐姐，天底下真的有掉馅饼的好事？你真以为我是为了帮你才甘愿忍受你这糟糕透顶的生活？雅雅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她一声声地叫着我姐姐，却让我遍体生寒。那姐姐二字犹如毒蛇吐出的红心，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。我要跟你换身体，是因为我原本所在的世界根本不是现实世界啊。雅雅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万物有阴有阳，有实有虚，很多东西都可以沟通两界，镜子就是其中之一。之前你毫无察觉，是因为你对我的话深信不疑，现在你对镜中世界产生了怀疑，所以你所在的世界开始崩塌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你迟早也会跟着整个世界一起消失。所以啊，圆圆，你还不如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。对了，姐姐，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这个世界的异常哦。雅雅的笑容和之前一样甜美，眼神中却闪烁着怨毒。我的好妹妹，自始至终都在欺骗我。我险些栽倒在地上，是我太傻了，竟然轻易的相信了雅雅，自愿来到这个虚幻的世界。正好过来打水的小林一把扶住了我。雅雅姐，你今天状态真的不太好啊。我瞥了一眼镜子里的雅雅，脑海中浮现出她刚才说的话，不能让别人发现异常。我庆幸着自己刚刚没有跟小林说影子的事情，不然很可能会打破这个虚拟世界的运行规则，从而加速它的崩坏。于是我对小林说道，我确实有点不舒服，小林，麻烦你帮我跟领导请个假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努力地思考着对策，只有找到那对长命锁，我才有机会跟雅雅换回来。我不知道雅雅把长命锁放在哪里了，但只要在雅雅下班回家之前找到它，一切就还来得及。我看了一眼家里墙上挂着的钟，离7点还有4个小时，这么长时间应该够我把家翻一遍了。我一边安慰着自己，一边避开了家里所有的镜子，开始寻找起来。首饰盒里没有，电视机柜上没有，书橱里没有，直到我发现我找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没有找到那对长命锁。雅雅把长命锁藏在哪儿了？雅雅不可能把它带在身上的，我知道，可她确实也不在家里。我刚刚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，难道雅雅把它放在办公室了？挂钟已经指向了下午5点，我只有2小时了。我的脚步停在了门口，现在我还来得及回公司，但如果我猜错了，可能就没有时间赶回来了，也没有时间阻止雅雅了。我皱起了眉头，秒针滴滴答答的走着。不对，雅雅一定把锁放在家里，家里才是最保险的地方。可是会在哪儿呢？我抬起了眼睛，还有一种可能，但是如果真的是那样，我向卧室的首饰盒走去，每走一步，心脏都在胸腔里乱撞。也许雅雅根本没有把长命锁放在别的地方，也许她一直在首饰盒里，只是我找不到。我一层层拉开首饰盒，果然第3层的其中一格空着，什么东西也没放。我小心翼翼地拿出一面小镜子，在不照到自己的情况下，对准了那个空格。光线折射中，我看到了镜子中的首饰盒里躺着那对熟悉的银质长命锁。
果然，雅雅一定猜到了我会去找这对锁，所以她用了什么方法，让这个世界的我看不到也拿不到这个能让我回去的东西。我该怎么办？这个禁制应该范围很小，只要境外的世界能把长命锁从首饰盒里拿出来就行了。可是我现在在镜子里，怎么才能到另一个世界里把它拿出来？我只能通过镜子联系外界，但只要我照镜子，雅雅就会出现。怎么才能避开雅雅呢？我在房间里来回走着，不停地思考着。照镜子，但不是我照镜子。我猛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已经5点半了，我不能再浪费1分1秒。转身出了家门，还好男友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，我飞奔到男友的公司，正在办公的男友惊讶地看着我。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对他说道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周围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后，递给了男友一面镜子。你对着镜子说，圆圆跟我说，要我现在回家，把她首饰盒里的一对长命锁拿出来，放在洗手台上，一个字都不能差，清楚了吗？我盯着男友的眼睛说道。当然可以，但是对着镜子说话，而且圆圆是谁？男友惊疑地问道。他不知道雅雅还有一个姐姐。来不及了，这件事很重要，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，快点快点，我催促道。虽然这个要求有些无厘头，但我没时间跟他解释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我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，已经6点了。男友虽然很疑惑，但还是拿起了镜子。我站在镜子的背面看着他。圆圆跟我说，要我现在回家，把她首饰盒里的一对长命锁拿出来，放在洗手台上。男友一字一句地说道。如果我没想错，另一个世界的男友应该会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同样的意识，即使他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估算了一下时间，男友现在从单位出发回家，坐车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。我稍稍放下心来，我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还有20分钟。我径直冲进了卫生间，没想到洗手台前空空如也，我的胸腔仿佛被一块无形的巨石压住，根本喘不过气来。为什么男友没有把长命锁放过来？难道我猜错了？正常情况下，男友应该早就到家了才对。可是，如果不是正常情况呢？我竟然忘了，现在是下班高峰期。如果男友不能在雅雅下班之前赶回来，我就功亏一篑了。而我此时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在心里不断的祈祷。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我沿着墙边滑倒在了地上，手机上的时间变成了6点58，我的心脏一阵紧缩，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。最后2分钟不到，雅雅还没有回来，而一对长命锁出现在了洗手台前。6点59分，我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颤抖的拿起了2个长命锁，扣拢在一起。镜面再次起了波纹，我可以回去了。身后的世界开始不断崩塌，我不再迟疑，将半个身子伸了出去。就在我要脱离镜中世界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力量在把我往后拉。姐姐，是我太小看你了。雅雅在我身后阴恻恻地说道。我扭头望去，雅雅愤怒地看着我，整张脸都扭曲起来。姐姐，你也该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吧？什么你的东西？那是我的，我才属于现实的世界。我气愤地叫道，你才是那个小偷，是魔鬼。笑话，那是你从我这抢走的，有些东西你占久了，就理所当然的以为是你的。张雅雅双眼通红的骇人，仿佛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为什么现实中死掉的不是你？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我在镜子里看到你快活的样子，就恶心的要死。今天我就要让你把我的家、我的父母、我的生活统统都还给我。张雅雅一把拽住了我的头发，拼命地把我往镜子的那边扯。镜子里的世界剧烈地震荡着，我毫不怀疑，一旦我被张雅雅拽出去，就会被崩溃的时空碾成齑粉。情急之下，我力气极大，竟一脚踹开了张雅雅，攥着2把长命锁向另一头爬去。我已经看到了境外平和光明的世界。张圆圆，你去死吧！雅雅在背后叫道。一股液体向我洒来，我本能地把头歪向一边，是硫酸。就在我躲避硫酸的一瞬间，张雅雅再次向我扑来，一把拽住了我的脚踝。眼看我就要再次被她困在镜子里，我想也没想就将手里的长命锁扔向了地上的硫酸。不要！张雅雅尖叫着，长命锁滋滋地冒着烟，被浓度极高的硫酸侵蚀着，慢慢变黑。我要断掉跟张雅雅的所有牵连。长命锁的消逝使张雅雅和我都受到了影响，头痛欲裂。我趁着机会将她甩在了身后，滚出了镜子。张雅雅尖锐高亢的尖叫在镜子里面回荡。我终于回来了。
圆圆姐，这个文件你看一下，下午要用的。小林把奶茶递给我的时候说道。我离开镜中世界已经有1年了，经历了一番生死，我才发现我的世界有多么美好。原来我弃如敝履的东西是别人费尽心思想要得到的。圆圆姐，你怎么不喝啊？小林戳了戳我。我晃了晃杯子底下的珍珠和椰果，自言自语道：我在看这个奶茶杯有没有影子。什么？小林没有听清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再说。小林走的时候，我也特地看了一眼，他有影子。我松了口气，现在每天看一遍人影都成了 PTSD 了。还好一切都回到了正轨。趁同事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拿起一面镜子，镜子中的我皮肤细腻红润，脸上一颗痣也没有。我终于不会在镜子里看到我的妹妹了，也许她已经和那个世界一起永远的消失了。小林，你不是一直想看看我的新家吗？正好晚上没事，你下班到我家一起吃晚饭呗。我愉悦的说道。好啊好啊，圆圆姐，你结婚都半年了，我还一直没去过你家呢。小林兴奋的说道。下班后，小林和我一起回到了家里。哎，你家里怎么一面镜子也没有？小林好奇的打量着家里的装饰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，拿出2杯果汁放在了桌上。小林边喝果汁边咬着吸管看着我。圆圆，你长得真好看，尤其是眼角的泪痣，好漂亮。我倏的一下呆住了。小林满眼羡慕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对劲，还自顾自的说着：哎，我每次化妆的时候还会特地点一颗泪痣上去呢。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饮料冒着寒气，顺着我的手心慢慢进入骨髓，侵入心室。小林的嘴一张一合，我却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我惊恐的睁大了眼睛，忍不住叫道：你说什么啊？被打断的小林不解的望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想要冲去梳妆台，却硬生生刹住了脚步。小林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有泪痣？你怎么了？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泪痣吗？不可能吧。小林从包里找出了一个便携的翻盖小镜子，递给了我。我颤抖地看着面前合上的镜子，那是我一生的梦魇，是我所有的恐惧。我害怕看见镜子里的自己，更害怕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我仿佛看见张雅雅正在镜子里朝我微笑。啪的一下，我打掉了小林手中的镜子。我控制不住的大叫道：不，拿走，把镜子拿走，我不要照镜子。小林惊疑不定的说道：雅雅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脸都白了。全身的血液都涌进了我的大脑。我一字一顿的说道：你喊我什么？啊，雅雅姐，怎么了吗？我发疯似的抓住了小林的膀子，不停的重复着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怎么会喊我雅雅？我不是雅雅。雅雅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有些癫狂，于是我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努力的平复下来。我用手撑着桌角，抹去了额头的汗水。小林，那个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要一个人静一静。小林大概是被我吓到了，懵懂的点了点头，转身捡起了地上的镜子，煞白着脸跑出门去。这1年里，明明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，那天我也明明逃出来了。怎么会？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臆想？也许只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。我定了定心神，向卧室走去。这几步路走得格外沉重，仿佛是在给我上刑。我站在梳妆台前，拉开了左手的第2个抽屉，那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倒扣的化妆镜。这是我家里的唯一一面镜子。我颤悠悠地伸出手，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，猛地翻开了那面镜子。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个梦，而我也永远不会醒来。镜子里的人和我长着同一张脸，可是那张脸上并没有小林所说的泪痣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中，以为在镜子里看到的就是我的脸，根本没有想过镜子里的人可能依然不是我，而是以我的身份活下去的我的妹妹张雅雅。我死死咬住了嘴唇，舌尖尝到了一丝铁锈的味道，而她却缓缓地牵起嘴角，露出了一个微笑，远比我气定神闲。圆圆姐姐，好久不见。镜子里的人对我说道。
我想把镜子摔碎在地上，大概就可以摆脱这一切，可我的手却不听话的死死攥着镜子的手柄。姐姐，你真是愚蠢的可笑。你以为我拼了命的想出来，会不做好万全的准备？镜子的出入口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我动了手脚。张雅雅脸上的微笑逐渐变得嘲讽起来，我张着嘴巴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我根本没有从镜子里出来，我再一次的被她骗了。境外的世界真好啊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。张雅雅笑着侧过身，让我能看到她身后的场景。母亲坐在沙发上，低头缝着毛衣。那原该是属于我的，现在都成了张雅雅的东西。圆圆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照顾母亲的。张雅雅露出了一个胜利的笑容。虽然这里的生活没有镜子里的那么好，但我也很开心。就让我代替你悲惨的活着吧。张雅雅嘻嘻笑着，我默默地看着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雅雅，吃饭了。我的母亲在那头喊道。哎，来了。张雅雅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朝我露出了一个戏弄的笑容。就在她要把镜子收起来的时候，我终于说道：张雅雅，你果然是我的好妹妹，是比我聪明上10000倍的妹妹。张雅雅冷漠地看着我。但是你听过庄周梦蝶的故事吗？我收起了脸上震惊慌乱的表情，神态自若地说道。她转过身，挑了挑眉，大概是不信我还能耍出什么花招。我没有理会她眼神中的不屑和嘲弄，低声叙说道：庄子做梦化蝶，醒来后不知道是自己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。雅雅的笑容淡了下去，她皱起眉头问道：什么意思？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淡淡说道：现实是什么，虚幻又是什么？境外境中的世界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。为了让你相信我，我陪你演了一出好大的戏啊。雅雅，究竟谁是庄周，谁是蝴蝶，你又分得清吗？雅雅的表情凝固了一瞬，接着她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，怒不可遏地吼道：张圆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说清楚。我的嘴角勾起了一个怜悯的微笑，就像在看一个白痴。我将化妆镜倒扣着重新放回抽屉，任凭张雅雅在另一边愤怒地捶打着镜子。咔嗒一声，抽屉落了锁，将我和我的妹妹永远地分隔在了2个世界。镜中的世界那么美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况且谁又能说镜中的世界不是另一种真实？唉，我那自作聪明而又可悲的妹妹。我收拾好自己微乱的仪表，走出门去。